那麼如果你刚開始做獨立站啊，或者剛剛註冊 Shopify， 第一次進入後台以後呢，可能會覺得啊，這裡的功能呢特別的多，不知道應該先看哪裡。那麼產品在哪裡啊？訂單在哪裡？那網站的頁面呢又在哪裡改？優惠碼怎麼設置啊？當有人下單了之後呢，我又應該去哪裡處理？那今天這期視頻呢，我就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Shopify 後台的這整個的一些功能。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鬱金香的跨境電商指南。上期視頻呢，剛給大家講了一個非常好用的選品工具哈，通過 AI 選品哈，通過阿里巴巴的一個 AI model 來選品，非常的簡單啊。有興趣的夥伴呢可以去看。今天主要給大家分享哈，我們注冊 Shopify 的後台哈，它的這些功能都該怎麼樣去看。那我會把左邊這些比較常用的功能呢，從上到下全部過一遍哈。看完這些視頻呢，基本上你就對 Shopify 的後台有一個对 Shopify 的後台每一個主要功能是幹什麼有一個大概的了解。那在這裡還沒有注冊 Shopify 的那在這裡如果說你準備做 Shopify 還沒有注冊的朋友呢，可以通過我視頻下方的鏈接呢去進行注冊。目前 Shopify 呢它是有活動的哈，前面3天是免費試用哈，隨後的3個月呢每月只需要$1哈，所以非常適合我們的新手來嘗試大家可以點開我的視頻，這裡找到 Shopify 的一個注冊鏈接，直接點擊進來。那麼這個時候你直接用你的郵箱去進行注冊就 OK 了。後面會問你一些問題哈，你去設置你的密碼，去回答一些簡單的問題你的 Shopify 商店就注冊成功了。注冊完成之後呢，我們就會來到這樣的一個界面哈，這個就是 Shopify 的一個後台。當你進來的時候呢，顯示的是英文怎麼辦呢？這個時候呢，我們先回到右邊哈，這裡我的商店這裡有一個頭像，直接點擊進來。進來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呢，我們可以去改一些設置哈，鼠標往下拉。好，這裡有個首選語言哈，你把它設置成你的國家的語言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基本上主流国家的語言都有哈，这兒我們就直接改成簡體中文。改好之後呢，去保存一下。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中文哈，大家就比較好理解了。那其實 Shopify 整個後台沒有大家想象那麼複雜哈，最主要的功能基本上都集中在左邊這一排。我們從上往下看，第一個可以看到它是一個主頁這個主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整個 Shopify 店鋪的一個控制中心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幫我們找尋產品。那我們平時登錄 Shopify 以後，首先看到的基本就是這裡。那麼以後當我們的頁面呢正式運營之後我們店鋪正式運營之後，這個頁面會顯示一些和店鋪相關的信息比如說銷售情況訂單情況呀，還有 Shopify 給你的一些操作建議對於剛開始使用 Shopify 的新手來說呢，其實每天把後台所有的頁面都打開看一下。很多時候呢，大家先打開看一下首頁了看一下主頁，基本上就知道目前店鋪呢是什麼情況。好，接下来我們看第二個，就是一個訂單。訂單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也就是說我們當有人買了之後，我們的訂單就會呈現在這裡。以後只要有客戶在我們的 Shopify 網上下單了，那訂單基本上都會顯示在這裡。目前我這裡沒有，所以這裡就看不到。比如說客戶購買了什麼產品，他的訂單金額是多少，有沒有完成付款有沒有發貨，這些信息都可以在訂单這個裡面看到。如果說你後期用的可以那這裡你可以看到要獲得付款並接受客戶付款你需要選购一個套餐直接去選购就可以了。那這個訂單我們其實後期呢正常的開始做跨境電商客戶下單有很多操作，其實都是圍繞着訂单來進行的比如說確認付款準備發貨填寫物流信息查看訂单狀態還有後面可能遇到的退款等等所以說其實這個訂單可以說是 Shopify 後台使用非常頻繁最高的一個功能以後大家會常用的。像我們現在這個店鋪它是一個新的測試的店鋪所以這裡還沒有訂单。如果你剛剛注冊的話，你看到這兒來也是空的這是完全正常的。好，接下来第三個可以看到這是一個產品。那這個功能呢同樣重要，因為我們想在 Shopify 網站裡面去賣東西，首先我們肯定要把產品添加到店鋪裡面來。當你這裡有上架產品之後，這裡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一些產品那沒有的情況，我们就可以这裡去點擊添加產品點擊進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來創建我們的一個商品，比如說商品的標題、商品的描述上傳商品的圖片選擇產品的類型、它的標價、庫存這些我們根據我們的商品去進行填寫就可以了。基本上一個商品需要用到的信息呢，都可以在這裡填寫。假如說目前呢你只有幾個產品或者幾十個產品，其實你可以在這兒手動一個一個去添加就可以了。
啊，這裡全部輸完之後，直接點擊下面的保存。好，我們點擊左上角這個箭頭返回。那這裡除了添加產品，可以看到這裡還有一個導入哈。那如果說以後你的產品特別多，比如說你用幾百個甚至更多產品的時候，你就可以批量的用這個來導入啊。如果說你是新開的哈，很多朋友剛剛注冊，你不想囤貨，很多人會從無貨源開始哈。現在有很多一件代發的平台，比如说真作鋪啊，它是專門為不想囤貨的小這種商家來量身定制的哈，你可以直接一件代发哈。有興趣的夥伴可以看一下，這相關鏈接我會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之前鬱金香呢出過相關的教程哈 ，GPT Shopify 加真作鋪哈，怎麼樣做一個自動打單发貨的一個商店。所以後期在這裡哈，你可以不用一個一個的手動添加哈，可以節省很多時間。接下來就是這個系列哈，產品系列呢，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類目，比如說你的我們賣衣服，比如說分下衣分上裝、下裝、裙裝，這兒呢。你可以去添加你的產品系列，比如說我這是一個系列的，那是一個系列的，你可以直接點擊進來哈，去添加你的這個系列那這裡哈，當你添加進來的產品你也可以在這個產品系列裡面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在這下面去找尋新的產品。那麼後期你想添加商品、修改商品，大部分時間都會來到這裡。好，再看下面這個產品系列。剛才給大家講了，其實這個就是把你的商品進行分類哈。比如說我們做 Shopify 商店賣的是電子產品，那麼這裡面可能就會有你的系列會有耳機、手機、充電器什麼手機殼等等這樣幾大類。如果我們所有的產品全部都混在一起，客戶找起来比較麻煩哈，所以這個就叫給它進行一個分類。我們就可以給它建立不同的產品系列，比如說建立一個手機配件，建立一個電腦配件，建立一個智能設備哈，這樣客戶進入網站就可以按照不同的分類去查看商品這樣減少顧客的一個流失哈。那進來半天沒看到，那肯定就要走了。所以当你的產品越來越多以後，產品系列這個功能就非常的有用。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庫存。這個庫存呢，這個大家應該都比較容易理解哈，它主要就是幫助我們管理產品還有多少貨。比如說某一個產品一開始有100件庫存，賣出去10件以後還剩下90件，這些庫存數量呢，我們都可以通過這個 Shopify 的後台來進行一個管理。如果說你以後你的產品特別多哈，通過庫存頁面統一查看，會比一個一個打開商品方便很多。特別是自己有實體庫存的，或者說需要管理多個產品的賣家這個功能會經常用的。接下來是一個採購訂單哈。這個採購訂單呢，主要是用來管理我們從供應商那裡採購的商品。比如說我們發現某個產品快賣完了，需要再去供應商採購100件，那麼這個時候呢，就可以通過這個採購訂單來記錄。對於剛剛使用 Shopify 朋友來說，這個功能其實不一定馬上能用得到哈，所以前提大家知道它是幹什麼的哈，不用現在去耽誤時間去研究它。接下來就是一個轉移。那麼採購訂單下面的轉移，它主要功能和不同倉庫地點之間的商品的一個移動有關哈。如果說以後你的店鋪做大了，你有2個倉庫我們需要把一部分的產品呢從第一個倉庫轉到第2個倉庫，就可以通過這裡來進行一個管理。如果你現在只有1個倉庫或者剛剛開始做Shopify，那這個功能基本上暫時也用不到，簡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接下來是一個禮品卡，那麼這個禮品卡呢，在國外的電商網站裡面其實是非常常見的，比如說我們可以在自己的商店裡面設置一張$100的一個禮品卡客戶買下來以後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把它送給朋友。以後拿到禮品卡的人就可以在我們的 Shopify 店鋪裡面來進行消費哈。如果你剛剛開始做獨立站，那麼這個功能也是不是馬上能用到的哈。等店鋪運營起來之後呢，再根據自己的產品類型呢去決定要不要使用。下面一個就是一個客戶。接下來的這個客戶它的功能以後也會越來越重要。當有人在我們的網站購買產品以後，或者留下客戶的資料，我們就可以通過這裡來管理我们的客戶，以及查看客戶的聯繫方式、訂單記錄以及和客人相關的一些信息。隨着你的 Shopify 店鋪慢慢做起來這裡的客戶數據也會越來越多。其實做電商呢，不能只看每天賣了多少商品顧客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資產。比如說一個顧客第一次買了我們的產品，如果後面我們還有新產品或者優惠活動，那就有可能再一次把這個顧客找回来。後面做郵件營銷老客戶營銷提高複購率這些都會和顧客的數據有關哈。接下來就是一個增長。那麼這個增長呢，
這部分主要是和店鋪後期的增長以及營銷有關哈。Shopify 呢會把一些幫助店鋪獲得客戶、提高銷售的功能放在這裡。對於新手來說前期其實也不用把太多精力放在這兒哈，這個目前對我們來說還沒什麼用我們首先應該把產品添加好哈，把網站搭建好。這兒搭建網站現在有很多 AI 工具哈，之前我也出過一些相關的教程哈 ，AI 建站。那這兒我會把相關的鏈接放在視頻的右上角哈，大家可以去暫停視頻去看一下有需要的可以先收藏。付款和物流這些最基礎的功能設置好，等店鋪真正開始賣東西的時候，再來慢慢的研究增長和營銷方面的功能。那下面一個呢，就是一個折扣。那這個折扣大家應該會經常使用，因為我們平時在網上購物的時候，經常會看到各種優惠活動哈。这兒我們可以創建折扣看一下，比如說滿多少減多少，買多少送多少，或者訂單金額滿多少免多少或者免運費。那這裡或者說我們會去創建一個優惠碼顧客輸入之後呢，他也會享受到一定的優惠。這些活动很多都可以通過 Shopify 的後台來設置比如說你可以看到買幾送幾你這裡直接點擊進來之後呢，你就來創建折扣自动折扣碼，你可以把你的折扣碼輸入一個进來，輸入一個簡單好記的客戶購買最低商品的數量比如说買多少然後折扣的一個百分比這裡填一下，是每件減免金額還是免費這些每一個你要去把它看清楚它下面有一個資格還有折扣最大使用次数比如說每個顧客只能使用一次還是無限使用，這個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組合它開始日期這些都可以看一下這裡當我們創建好了，這裡就會有一個折扣碼那以後如果我們通過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或者 TikTok 其他的平台推廣自己的產品的時候，就可以專門創建一個優惠碼把這個優惠碼放在你的推廣平台客戶看完我們的視頻進入網站以後，輸入這個優惠碼就可以享受到折扣。所以說做營銷的時候，這個功能還是非常實用的。好，下一個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內容，那這個內容裡面主要是幫助我們管理 Shopify 的一些內容資源隨着 Shopify 的功能越來越多了一些不同類型的內容呢也可以在這裡統一管理。如果你現在剛剛注冊店鋪那這個功能暫時不用研究我們作為新手前期還是先把這個產品網站訂單這些放在最核心的地方去把它搞懂這下面一個就是一個市場。那這個市場對於做跨境電商的朋友來說呢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Shopify 本身就是一個面向全球市場的一個電商平台以後你的客戶呢有可能是來自美國，有可能是來自加拿大，有可能來自英國，有可能來自澳大利亞，甚至其他很多國家所以說通過市場這個功能，我們可以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区管理店鋪的一些銷售設置。比如說你的市場呢主要是美國，就可以先圍繞美國市场去進行設置，如果再進入到其他國家呢，就可以繼續增加其他市場。對於新手來說呢，我比較建議先把一個主要市場先做好不要一開始就想到我要做10幾個國家先把一個市場跑通，後來再慢慢的去擴展會簡单很多。好，下一個是分析。那麼分析這個功能也非常重要。如果說你訂單頁面主要是告訴我們誰買了東西，那麼分享頁面主要就是告訴我們整個店鋪經營的怎麼樣。以後店鋪開始產生流量和訂單以後呢，我們就可以通過這裡查看更多的一些數據比如說店鋪的一些銷售情況計劃訂單變化還有整體經營表現。那做電商時間久了，我們肯定不能只靠感覺比如說你覺得某個產品還不錯，但是到底賣的怎麼樣還要看數據這個商品的一個銷售怎麼樣最近銷售是增長還是下跌店鋪整體表現怎麼樣這些東西都可以通過數據來幫助我們判斷所以呢，等網站正式運營以後，分析一下這個頁面，建議大家經常來看。好，下一個呢，一個銷售渠道，這個很好理解Shopify 最主要是不只是幫助我們管理商品，它還可以通過不同渠道來銷售產品目前我們這裡可以看到在線商店和 POS。对于大部分剛剛做 Shopify 的朋友來說呢，最重要的其實不是在線商店。好，下一個就是一個在線商店在線商店呢，這個地方大家一定要記住因為我們前面講的產品、訂單、客戶這些呢，主要屬於後台管理而客戶真正看到 Shopify 網站，很多東西呢都是通過在線網站來管理這裡你可以直接點擊進來這個頁面。比如說你想要修改
網站的首頁，更換 Shopify 的主題哈，調整網站的外觀，修改導航菜單，增加一些網站的內容。那麼這些操作很多都會來到在線商店，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這個邏輯搞清楚。如果你只是想要添加產品就去產品，有人下單了啊，你就去訂單。想修改網站的外觀呢，就去在線商店。新手先記住這3個地方哈，其實Shopify 後台最核心的邏輯基本上就已經明白了啊。下面這裡呢還有一個商店，這個是屬於 Shopify 自己生態裡面的一個銷售渠道。以後如果大家深入了解 Shopify， 會慢慢接觸到這些額外的一些銷售渠道哈。但是對於新人來說呢，現在不需要把所有的東西一次全部弄明白啊，所以我們先把自己的 Shopify 獨立站做好就可以了啊。再接下來呢，這兒有個偏好設置。好，接下来這裡還可以看到這兒還有一個智能體。好，接下来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應用，這下面就有一個添加。這裡是 Shopify 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哈。Shopify 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安裝各種各樣的 APP 哈，也就是應用。這個其實就和我們的手機比較像。那手機本身安裝好以後呢，裡面需要安裝各種微信啊、支付宝、抖音這些。那 Shopify 也是一樣的哈。这兒我們直接點擊進來，可以看到這裡點了應用之後，這裡有個所有推薦應用哈，你可以點進來看一下。好，它這裡面有很多應用，看一下。就一些小工具哈，都可以直接添加，讓你的 Shopify 的後台变得更加的強大。Shopify 本身它是给我們提供了一套这種基礎的電商系統，但如果說你想要增加更多的功能呢，就可以安裝不同的應用哈。這兒有個到它的商店裡面去發現更多。好，接下來可以看到我們就直接來到這個應用市場了。那麼你想要什麼哈，你就可以在這裡安裝什麼，直接在這上面去搜索。比如說你想要查找產品的它有很多，看一下導入產品的有很多它的想增加就可以可以自己去。還有一個，比如說我們的商店裡面想要增加一個產品的評論，那麼你就可以到裡面去找產品的評論應用去進行安裝它這裡面有很多這個頁面裡面設計呀、訂閱呀、跨境電商這些訂單處理各種各樣的 Shopify 應用都有所以大家以後用的時間久了以後，你會發現很多功能其實都是用 APP 來實現的。那麼這兒呢，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剛剛注冊的朋友不要一注冊這個 Shopify 就來一次性安裝20-30個應用因為它這裡面其實很多 APP 呢，它是要收費的它不是免費的。而且安裝太多以後呢，你的後台会越來越複雜，所以我們前期需要什麼功能就安裝什麼應用暫時用不到的我們就先不要去安裝。好，接下來我們看最底下這個設置裡面就非常重要了。Shopify 的店鋪很多基本的信息和核心的功能，最後都需要來到設置裡面完成。比如說店鋪的一些基礎的一些資料比如說付款設置呀、賬戶結賬物流配送稅務相關設置域名以及很多一些其他的後台的設置基本上都能在這裡找到。所以以後如果說你想修改一個功能，你就到左邊主菜單裡面去找，如果找不到就可以進入到這個設置裡面來看一下這裡還沒注冊 Shopify 的朋友這裡相關的注冊鏈接呢，我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了大家可以去注冊。那麼剛剛注冊 Shopify 在正式開始賣產品之前，建議大家把設置裡面這些比較重要的一些基礎的信息全部查一遍Shopify 後台其實沒有那麼複雜包括這裡還有一個付款設置這兒付款你要用什麼去收款你用 Shopify 的 Payment 還是用 PayPal 那麼前面有給大家出過一些相關的教程比如說大陸如何申請 Shopify 的 Payment 這兒有相關的一個教程，或者說你後期的話你也可以考慮用收款用這個空中雲匯你也可以去看相關的教程。所以呢，其實 Shopify 後台它沒有那麼複雜。Shopify 左邊就是一些菜單功能但真正對於新手來說呢，常用的就那麼幾個就一個訂單一個上架產品想管理顧客就管理顧客，想做優惠活動呢你就去找到这個折扣，想去看看店鋪的經營分析呢就去找到這個分析，想修改網站首頁和外觀呢就去在線商店想給 Shopify 呢添加更多的應用呢就去找這個應用。如果說需要設置付款這些呢，就找到這個設置什麼付款、物流、域名這些基本的設置就在這個設置裡面來找。只要你把這幾個地方記住了，Shopify 的後台其實就非常的簡單了。所以剛開始大家這兒去挑你目前重要的去看不用把所有的功能全部去研究一遍。那麼如果說你也是剛剛做 Shopify我建議大家按照一個比較簡單的順序來操作那
那麼首先第一步就是先来注冊 Shopify。相關注冊鏈接大家在視頻下方可以找到。注冊好了之後，接下來就是去添加自己的產品。接下來在線商店去把你的網站首頁去簡單裝修一下。那麼這個首頁怎麼裝修之前我也給大家講過一個詳細的教程Shopify 的獨立站去一個裝修教程在這兒我會把相關鏈接放在視頻的右上角。這裡網站裝修好了之後設置域名付款、物流這些最基礎的東西完成之後呢，我們 Shopify 獨立站呢基本上就已經有完整的一个框架了。如果說你還沒有 Shopify 的店鋪視頻這裡可以通過視頻下方的鏈接 Shopify 的官網你去通過它的鏈接去注冊。注冊好之後呢，大家可以跟着我剛才講的把這所有的功能來理解一遍。OK， 那今天鬱金香的視頻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了。如果我的視頻對你有所幫助你也可以把它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的朋友。那大家呢可以及時查看我的頻道訂閱我的頻道。我們下期視頻再見。